好，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。今天的问题是第2300题，所谓的 successful pairs of spares and potions。咒语跟药水的混合嘛。好，它是被标示为中等难度的问题，所谓的 medium。它这边它是给两个整数的阵列，一个是 spares， 另外一个是 potions。长度分别为 n 跟 m。spares 代表 spares 在 i 的值代表就是第 i 个 spare 它的那个咒语的强度。potions 在 j 的值代表是第 j 个 potions， 也就是药水它的一个强度。那你要施展法力嘛，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数值叫 success， 也就是说你施展法力要成功，那它是要有 spare 跟 potion 的一个组合也就换句话讲，也就是他们的成绩要至少是应该来讲，就是你要大于等于 success， 那个才会成功。那它要你返回的是，请返回一个整数的阵列假设叫做 pairs， 长度是为 n， 好，所以 pairs i 代表的是当中 potions 的总数，也就是这些 potions 跟di 的 spare 呢组合起来，它会 success 这样的一个情形。那我们很快的看它这里的例题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边例题一 ，spares 是5、1、3，那 potions 是1到5也就是1、2、3、4、5，success 是7。这里我们很快的看它的一个解释那你当然先看第0个 spare， 第0个 spare 是5，那你分别跟这些 potions 相乘。那我们会发现当中有4个是 successful 所以这边当然就填4。那如果是第1个 spare， 它的值是1，那你将它乘上去，这边没有一个是达到7所以这边的值当然是0。那第2个 spare 那是3你就把它乘上去，那有3个呢是大于等于7所以这边当然是填3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例题2。例题2的方式也是一样那在这边的话3乘上去，所以是24跟24它是大于16，所以这边当然是填2。那第1个 spare 是1没有一个是大于等于16，所以这边当然是0。那第2个的话，它是 spare 是2，你乘上去的话首尾2个是16，它刚刚好是大于等于16，所以这边是2。那我们看一下它 constraints 的部分。constraints 的部分呢这边呢 n 跟 n 最大可以到10万。那 spare 的值跟 potions 的值最大也可以到10万最小是1。success 它可以到10的4方所以这边稍微留意一下。好，那根据它的这边的 constraints 特别是主要是跟它的长度，还有它的值最大的可能值都是落在10万以下。那所以根据这样 constraints 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的一个做法，当然就是用所谓的 counting sort
counting sum 的原则上，我们在这边就先建立所谓的一个 range 啊 frequency 的一个 range 啊，所以它这边既然最大是到10万，所以我们就设为100001个 element 啊，一开始都为0。那我们主要是要找出有关 portions 啊它的一个情况啊，所以我们这边的 portions 回圈跑，那在这边的话，它只要是是 p 的话，我们就frequency 在 p 的值就加1。那我们当然也要把它最大的 portion 把它找出来。好，这是大概第一个步骤啊。再来，我们其实再来就是要考虑的就是，我们将这样的frequency， 我们实际上呢去计算它的所谓的它的 partial sum 或者叫 prefix sum。那原则上，其实在 C++， 我们这边其实就用 partial sum 啊，一个指令就完成了。所以你的 frequency 从在0的位置一直到 frequency 加上Pmax 再加1，好，那然后它的所计算得来的partial sum呢，我们就把它写到 frequency 在0的这个位置，好，我们就可以省去一个回圈，好，那再来下面的步骤呢，我们这边当然就是照着它的 constraint 里面的一个设定啊 ，n 设为 spares 的长度 ，m 当然当成是 portions 的长度。那我们的答案当然是长度是为 n 啊，是根据 spares 去看的。好，那我们的回圈呢，最后整个跑一遍。在跑一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这边 spare 就设为 spares 在 i 的值。好，这里面呢重点就是你的法力嘛，我们主要你要它的一个 product。实际上来讲，我们这里就是计算它这样一个 k 值啊 ，k 呢是设为 success 除以 spare 的setting 函数的值啊，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啊，那只要呢你的 k 呢是小于等于portions 当中的最大值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将第 i 个的答案设为 m 减掉 frequency 在 k 减1的值。那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呢？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当成是所谓的 partial sum， 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扣掉它小于 k 的 frequency 就可以了啊。所以比它小当然就 k 减1。好，那这边 k 会不会等于0 ？k 其实不会等于0的啊，因为根据它的 constraints， spares i 最小值是为1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，C++ 的答案应该就完成了。好，这两个 case 也都 OK。好，看一下它的情况哦，1毫秒就完成了啊。这目前来讲，我们打败的 C++ 的部分是打败99.20%的人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程式语言的实作，比方说是 Python 3的做法。那我们在这里。既然它是所谓的采用所谓的技术排序嘛，技术的部分我们这边我们就用Python 当中的 counter 它基本上它是dict 当中的 submodule， 那我们呢就将它的 frequency 的这样的情况嘛计算好，同时也计算出它的 frequency 当中的最大的值为 Pmax。
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当然就是要把它转换成为所谓的 list 啊，转换成为 list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一样也是所谓透过 prefix sum。在 Python 的话，它是用的是 accumulate 啊，所以我们这边大 F 呢，然后再把它转换成为 list。我们frequency 这个变数的名称我们再用一次。好 ，n 跟 n 啊也是跟前面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的答案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啊，跟刚刚7++的做法也是一致的。我们这边是透过 for loop 搭配 enumerate 啊，它当然是作用在 spare 上面啊。这边的 x 啊，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 spare i 的值。好，那一样。好，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。好 ，submit 看看。好。那基本上呢，大概是100多毫秒啊，快的话当然会低于100毫秒以内啊，基本上是打败99%以上 Python 3的使用者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儿。